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在中国国内流行的极大概率的是类似 Omicron 经过自然演变得来的一些病毒株。那它这个在改造过程当中，它会有一组的候选者，这些候选者至于具体哪一个在哪一个城市，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都流行在人群中被释放出来，然后又经过在人体当中的这些变异之后产生新的这种变异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中共它就是不放开这个 PCR 检测，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数据。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的情报已经指向了 Omicron 的毒株呢，它里面是有基于这个温和的毒株，它是有做过一些改动的，然后它改动可能是非常细小的改动，但是是很关键的改动。那么这个改动可能集中在2个方向，就是第一个是spike protein 里面的这个结合 ACE2 的部分，他们改动的就是这个 receptor binding 导密受体结合域，甚至是这个受体结合域里面的一个微小的部分 receptor binding motif。那因为 Omicron 它的这个症状比较轻，实际上是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综合抗体呀，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免疫，那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抵抗力，所以它这个抵抗力就导致了这个之前的 Omicron 跟你结合的时候，它的这个受体抓住你身体各个器官的这个钥匙，然后进入你身体内的这个能力就降低了。但是呢，它只要在这个经过用大数据，它去分析、去筛选，只要有足够的临床数据的话，然后它就可以找到怎么样避免你已经有的所有的这些免疫功能，就是它有的时候它只要几个小的氨基酸的突变，它就可能导致这个结果。实际上根据情报我们发现的结果就是中共它已经找到了这个突变的线索，也就是说它只要把这个改了，那么就算再温和的 Omicron， 你只要你体内没有抵抗力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现在已有的世界上其他药厂出的那些单克隆抗体啊，它也会就是失去效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你就等于所有的抵抗力都已经消失了，你就变成又回到当初好像经历武汉肺炎那个时候的状态，你就变成一个整个很脆弱的这个机体。它也可以同时加上一些其他的改变，比如说在它的这个 spike protein 的 NTD 端做一些其他的改动，也就是说集合在 spike protein 这里的话，它有很多可以做手脚的空间。这就也是我说为什么它可能出来一系列差不多的，然后它再去人群当中去实验哪一个真正的能够逃过免疫监控。那实际上根据我们的情报，我们发现就中共过去3年中一直在马不停蹄的和军科院一起合作，然后呢去研究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出那种超级无敌的那种新变体，让它突破所有已经可能存在的研发出来的这些免疫保护，然后呢去对人体重新造成一次伤害。